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广同学。iPad 版的 Final Cut Pro 呢已经发布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先下载它啊，等待它安装。然后点击图标进入软件呢，我以为会有一个试用的界面可以用一用先，但是呢上来就要订阅，我们订阅每年的这个，然后先试用1个月。进入软件呢，会让我们先下载一个官方的 demo， 我们先下载一下。下载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呢是非常简洁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建立工程的这个界面了，很简洁。如果已经有工程的话，会在左边这个地方显示它的预览图，然后呢，你点击的话呢，可以自动播放。I don'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got to celebrate Lunar New Year in the Bay. 然后我们自己新建一个项目，点击加号，然后这里的选项呢有自动和自定，我们选择自定。自定以后呢，会出来很多选项，这个就比 iMovie 的功能要高级很多了，很多的高级功能都出来了。有分辨率支持 4K 呀、1080、720，还可以自定啊，自定就是你自己来选择一个分辨率，可以做横版或者竖版的。然后色彩空间呢，可以选择 HDR 或者是709的这个，然后帧速率呢，最高可以选择60哈。我们先选择这个默认的，然后点击继续。到这里呢，会有4个选项。你新建项目的时候呢，你希望素材从什么地方导入啊？第一个是照片、文件，还有你直接拍摄，还有一个空白，我们就选择空白的工程。点击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就是 iPad 版 Final Cut Pro 的界面了，非常简洁哈。但是呢，和电脑版其实还是不太一样，虽然都是 Final Cut Pro， 但是 iPad 版呢是为了有更好的交互功能，所以呢界面上做了很多的简化，很多的功能呢都藏在了2级或者是3级菜单中。我们先看看导入素材哈。我们点击这个导入，选择照片，然后我们选择1张照片、1个视频，然后我们把它导入。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文件来导入啊，文件如果你外接了硬盘的话呢，也会在这里显示。我们也可以直接导入硬盘里的素材来做剪辑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说另一种导入的方式啊，就是 iPad 的前台调度功能。我们把前台调度打开。前台调度功能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相册里直接找到你想导入的素材，然后点住直接拖到软件里呢，它会显示一个加号，然后你松开，素材就导入进来了，也是非常的方便啊，和电脑上一样。好，导入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素材，然后你可以预览啊，你可以在这预览，如果图片的话是没有预览的，我们可以直接选中，然后把它拖到时间线上。如果你有妙控键盘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快捷键 Command 加号、减号、Shift Z 啊，都可以用。包括这个剪辑啊 Command B 都可以剪啊，都可以快速剪开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快捷键就没有了，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隐藏素材的 V 啊，在这里就不好使了。在这里就没有用了。然后呢 Command 加 R 给素材做变速啊，也是没有了。然后我们看上面啊，这里呢可以选择一些效果，转场，然后标题啊，标题就是标题文字，包括这个背景啊、对象啊、声音啊。声音呢其实是给了一些这个预设的音效啊，可以直接听。现在 iPad 版的 Final Cut Pro 呢，除了它预设的这些东西以外呢，我们是不能自己添加这个，比如 Light 文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预设文件。达芬奇呢和 LumaFusion 是可以的，之前我也出过教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。如果你是 M2 芯片的 iPad Pro， 就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的悬停功能，
可以很方便的预览素材和时间线。我现在这个 iPad 是 M1 的，所以呢，这是 M2 的独享功能，我没有。这里的滚轮呢，是给这个没有妙控键盘或者是 Apple Pencil 的人准备的，它可以呢很精确的控制这个时间线啊，也可以一帧一帧的挪动这个素材啊，微调它的位置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呢，我可以一帧一帧的调整它的位置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的高级功能啊，都被隐藏了。它在哪里呢？我们可以看啊，它在这里，这有一个检查。你点开以后呢，它会出现的这个2级菜单会有很多这种选项啊。比如我现在选择图片的话呢，它就没有这么太多的功能了啊。比如我选的这个字幕呢，会有一些字体呀、大小啊、位置啊。我们如果试一下这个视频素材呢，我们可以看上面的这些菜单呢，会从3个变成了4个啊。然后呢，这些地方呢可以添加一些模糊啊，然后风格化的一些噪点啊，或者是调色啊、抠像啊，都是在这个上面完成的。这样做呢，也是为了省空间，把更多的区域留给编辑和预览的这个板块上。绘画功能呢也很有意思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我可以在这些地方，我们先选择一个黄色的吧。我可以在这些地方画一些东西，然后呢 Final Cut Pro 它会记录你画的这些东西的路径，然后当我点完成的时候呢，它会在这里给我生成了一段这个动画。这里呢是这个分享和导出视频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很多选项啊。然后预制这里呢，它帮我们都分好类了。我们可以看啊，如果你点默认的话啊，它的编码器啊什么都不一样。如果高质量是 422HQ， 较小的呢 HEVC， 然后社交平台呢就是普遍的 H264 啊，这种呢可以随时导出。我们再看这个 iPad 版 Final Cut Pro 工程，这个呢是把这个工程发送到 Mac 上，然后你可以在 Mac 上继续来做编辑。但是要注意啊， Mac 系统必须是13以上，然后安装了 Final Cut Pro 10.6.6 的版本才支持 iPad 版的工程导入。我的网站呢已经更新了 10.6.6 的软件，但是系统呢我没敢升级。我是19年的 MacBook Pro， 我不太敢升这个13的系统。如果有设备跟我一样，而且已经升级了13系统的小伙伴，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你的感受啊。这是 iPad 版 Final Cut Pro 的第1个版本，相信后面呢会加入更多的功能和优化。如果你在电脑上一直使用的 Final Cut Pro， 那么转到 iPad 上，你会更容易理解这款软件，但是上手呢要重新适应一下了。那么你会用 iPad 版 Final Cut Pro 剪片子吗？你觉得它能代替电脑吗？